歡迎來到日本最無聊的城市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珍。大家看我身後的呢，就是日本名古屋的天守。因為呢，天守閣它沒有開放，所以大家都在參觀這個旁邊的這個本丸御殿。現在呢，只有這個本丸御殿可以參觀，所以很多人排隊。我們等一會兒進去稍微參觀一下。整個名古屋城呢，它的布局也是不小的。就是如果加上外面這一圍的城池呢，它也是不小。現在呢有一點下雨，但是還是有很多人排隊。但是它這個名古屋城看着特別新，好像是聽說有翻修過。來名古屋一定不能錯過的就是名古屋城，在這裡主要是逛了2個景點：天守閣跟本丸御殿。天守閣最標誌性的建築就是它屋頂金燦燦的金湖，很可惜，自從2018年起它就被關閉了，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去登頂俯瞰整個名古屋市區。剛才大家看到的旁邊正在排隊的就是本丸御殿，這裡曾經是德川家族的居所，二戰的時候它曾經被燒毀，在近些年來它才被完整的被復原重建，整座建築呢是以原木來打造，內部呢有很多金箔障礙畫，感覺有點類似我們之前的那種屏風，然後只不過它是做了虎和金箔貼的裝飾，這應該是他們住的地方，感覺這些畫倒是挺漂亮的，但看的不是很懂。這是上山寓所，之前竟然就在這樣子的一個灶台上面做飯了，感覺比我想象中的要簡陋很多。上面還有說好像以前有天井，然後可能現在被封起來了，幹嘛？這個是名古屋城的本丸御殿的彩畫，是他們的重要文化財，應該是類似國寶之類的那種吧。外面的房子感覺比裡面有感覺多了，因為裡面真的人太多了。但是它外面這些，你看綠化做得不錯，就挺有感覺的，就感覺有一種沉在林中的感覺。參觀完了，如果不算外圍這一圈，就是樹林啊、這些園林之類的，它其實很快就會參觀完。因為那個天守閣它是不讓去的，所以說只能去那個御丸本店去參觀。然後現在打算去那個樂天神宮逛一逛。這邊呢就是日本普通住宅的街景，乾淨是蠻乾淨的。然後那個樂天神宮不讓拍攝，拍個門口就差不多了。看他們這邊有一些房子建的啊，裝修的還蠻好看的，就那種所謂的一戶建，對不對？像蠟筆小新啊，或者各個動漫裡面的那種感覺。地上其實也會有垃圾，但整體還是蠻乾淨的。老實說，我真的比較喜歡逛這些巷子，我覺得比逛那些景點有意思多了。就他們這些房子，我覺得建的還蠻好看的。去地鐵的路上看到一個奶茶店，打算買個奶茶來試一下吧。買了個這個抹茶，500元，給大家試一下。好久沒喝了日本的奶茶，不知道什麼味道，抹茶味的珍珠奶茶。OK， 就是一個抹茶，感覺起來還不錯，那種日式的抹茶，然後它加了鮮牛奶。雖然這個包裝有點像國內那種小店的包裝，不過它也是國內小店那種感覺了。我讓它少糖了，然後它的抹茶有點微苦，然後觉得吃起來還不錯。那打算去那個他們市中心吧，這個地鐵龍站應該就是名古屋的市中心吧？你看這 LV 愛馬仕都在這裡，這所有的奢侈品都在這一塊。但是日本找垃圾桶真的很不方便。現在剛剛買了那個奶茶，現在一直拿着，找不到垃圾桶丟。前面還有 GU 和優衣庫。反正就是他們這裡一帶的商圈，但是今天下雨呢，感覺人都不是很多。前面還有個唐吉訶德，看這個唐吉訶德對面有個摩天輪，看到嗎？就是這個摩天輪。嗨，大家看，我的身後呢就是名古屋電視塔，但是呢現在雨有點大，但是呢這附近的環境還是挺好的，給大家看一下這附近的全景吧。就是一個商場嘛，感覺沒什麼人，可能是因為下雨的原因嗎？然後呢，這旁邊呢就是綠洲21，就從這裡過去。來看一下，那上面聽說有個觀景台，可以拍出蠻漂亮的全景。現在上了綠洲21，然後旁邊就是塔和它這個城市風光。
在這個愛知縣這個圖書館的11樓啊，就可以拍到這個塔，這個電視塔跟這個保障綠洲通框。哦，不對，是綠洲21通框，奶茶要多了。快3點了，準備回去酒店可以辦入住了。他這邊的話退房又很早，他退房的話好像11點前還是10點前就要退房，3點之後呢才能入住。進來了，很小一間，一個人的，你們可以想到有多小啊？但是還有窗戶。廁所，为什麼日本人這麼小的廁所都要搞個浴室啊？真的好小哎！哇，今天在外面奔波了一天，頭髮都好亂。那有個問題啊，你知道有多小嗎？如果我帶一個大的行李箱的話，根本就打不開。不過它價格才200塊錢，我就不挑什麼了，所以我覺得還好。那麻雀雖小，戰力全。先休息一下，晚上見啦。打算出去吃個飯。聽說那個鰻魚飯是他們這邊名古屋的特產。對了，我剛才還發現一個事情啊，他們的房間這個大樓是圓形的，所以他這個房間難怪有點像那種，有點那種梯形。然後他那個門跟門的距離啊，超級小。門跟門的距離有多小呢？看到了嗎？一個人差不多的距離。點了一個鰻魚飯。3280，大概150多人民幣吧，其實有點小貴。他說他這邊的鰻魚有3種吃法，讓嘗試一下。我的鰻魚3吃上來了。他那個3吃呢，就是第一個呢就是吃它原味，就是鰻魚和飯一起吃。第2次呢就加上這些小料一起吃，然後第3次呢就是加上這個湯一起吃。這是第1次。米飯和鰻魚，再加上小料，還有芥末，還會送的小菜。我做的不太好看。第3次呢，就是湯泡飯，好像是這個吧，看就是加過湯的，感覺還不加湯好吃一點。都試過之後呢，可以選你自己喜歡吃的方法。我最喜歡的。第2次，認真吃飯了，拜拜。嗨，大家早啊！名古屋的早上要從早餐開始，它這邊早餐還蠻西式的，是那些咖啡啊，還有這些麵包之類的甜點。這沒套餐嗎？哇，都純日文的，完全看不懂。然後我看到他們很多人坐在這裡，然後就看書啊，喝咖啡，吃早餐，看報紙。這門口好多人排隊的。先翻譯來試一下，我點的上來了。這個是咖啡拿鐵吧，這個是糖，這個是雞蛋，這個呢就是那個什麼麵包。那個服務員小姐姐說要把這個雞蛋抹在這個麵包上吃，我不是很懂啊，抹上就對了。可以吃。鸡蛋冷的，然後麵包很脆，感覺味道還不錯，口感還挺豐富的。吃完了600元應該不算貴吧？他們這邊是買那個咖啡送那個麵包的，然後他這邊要排隊，給大家看一下。他這邊的話，通常就是你一家咖啡店啊，然後在門口寫了號，但是只能讓你站着，因為早上已經退房了嘛，所以說呢，現在打算去寄存行李，去名古屋的這邊的有個叫犬山城的地方。大家看一下，它這邊的車站是和商業體是在一起的，但是現在這邊車站人很多，人超多的。啊，到犬山這邊了，感覺這鐵路旁邊這個有個小道，蠻好看的，過去看一看，看能不能拍一張照片。先閒逛一下，然後去那個犬山城。
今天天氣特別好，前2天還那個下大雨，然後今天已經是有很大的太陽了，舒服啊。這邊是鐵路。没有從那個大路走，然後走了路邊的小巷子，然後給大家看一下它這邊的民居，都是一棟一棟的獨棟。但他們這邊路特別小，你說呢？在日本呢，普通人是住一棟一棟的房子，有錢人呢就住那種樓房。這邊民居的那種綠化呀，都做得蠻好看的。看到一個建房子，他們建房子是這樣子的。繼續往前走。走到河邊了，沿着河邊走，我感覺應該會蠻舒服的。視野好開闊呀。水也蠻清的，山清水秀的感觉。日本有好多烏鴉，那天氣也太好了吧！它上面有一只烏鴉，看得到嗎？前面可以遠遠的眺望到這個犬山城。大家跟着谷歌導航一直往前走，看到這個真岡神社一直往上走。然後說它這邊有一些造景造的還挺好看的。然後這晚上就是他們的國寶犬山城，是8點半到晚上5點半。如果你時間超過下午4點半就不要來了，因為它最後日航的只能是4點半。這裡要買票哦，一般的話是1000元一個人。買了票，這是他們的票，1000約，就1000日元。這裡進去檢票。犬山城始建於1537年，由織田信綱建造，後來因為地震損毀重建過，現在是日本國寶級的古城。我覺得它的魅力不在於它廣長的文物，而是登頂後極致的視野。站在頂樓，能360度無死角地俯瞰整條木真川，還能看到一整個犬山城，這也非常的開闊。如果在人不多的情況下，真心建議大家一定要爬上去看一看，不虚此行的。哇，好多人吶！天哪，排隊這麼長，終於快到了。他說是限時120分鐘，但是呢，排隊都已經2個小時多了。主要是現在是日本的節假日，所以說人也很多，全世界的人都愛湊熱鬧，人真的超多的。哇，終於進來了，好小啊！難怪要排這麼久的隊。一個這麼小的樓梯還要分上下，所以就更小了。這個是日本的5大國寶，這個它的拆解，給大家看一下，從這個窗戶看出去好漂亮。然後還要繼續排隊去那個頂樓，真的太難了。現在終於排到樓梯這裡了。OK， 參觀完了，出來了，然後大概排了2個小時多，但是呢，它限時呢120分鐘，排隊沒想到都排了2個小時多，再參觀完一圈，也就10幾20分鐘吧，就等於排隊2個多小時。玩的話，看風景也只能看20多分鐘。實際上呢，它那個城堡啊，你登上那個頂樓啊，或者說你頂樓下一層呢，它的那個窗戶裡面看出去啊，它那個風景真的很漂亮。也算是一個很棒的觀景台吧。從上面下來了，然後這附近有個商業街，上去逛一下。就這家店買了個五平餅，試一下這個五平餅。糯糯的，有點就是像米磨成粉，然後
做成年糕狀的，然後烤過的東西，我不太清楚是什麼東西。走，來一個刨冰吧，我從來沒試過。試下這個刨冰啊，我只在動漫裡面見過，今天真實的吃一碗。先吃，好甜啊，其實就是普通的冰啦，而且還有抹茶和那些煉乳，太甜了，感覺下面應該沒那麼甜，上面因為加了很多煉乳。到全3站了，現在打算去那個長華，然後去機場附近的酒店，明天要去東京。到達長華，這個是招財貓之鄉，不過現在天氣有點晚了，感覺是一個非常小的城市哎。為什麼大家會發現這裡啊？知道去名古屋機場，然後可以來這裡逛一逛。這是小紅書的地方，啥都能找到。乾淨的小城市，看到前面嗎？已經開始慢慢有很多招財貓了，可愛的小貓咪。不，這是招財，各種各樣的招財貓。這個是心想事成招財貓，這個是無病無災，開運招福招財貓。哦，這個是金運亨通。再往前走就是一只很大的招財貓了。哇，大家看到嗎？是很大的招財貓立在這旁邊，看到了嗎？就是橋上那個招財貓啊。老實說，沒有很推薦過來，因為就一個招財貓和幾個小的那種小貓咪。好了，不知道大家覺得今天視頻怎麼樣呢？感謝大家收看，如果大家喜歡的視頻，還希望大家可以點讚、訂閱、分享加評論哦。感謝大家，拜拜。